未来世界，一个肾已经换不来一部苹果手机了，因为人类发明了人造器官。你不必再苦苦等待遥遥无期的器官捐赠，你只需要有足够的马内，就可以接着奏乐，接着浪。这是来自于2010年上映的科幻电影《重生男人》里的背景设定。那么现在的人类离这一幕还有多远呢？知道的越多，恐惧的越少。大家好，我是头发永远比你少的陈真爸爸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人类对器官移植的最新尝试。器官移植是许多器官衰竭患者的唯一希望。全世界每年都有数十万的人在等待器官移植，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中死去。其实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，人与人之间的心脏移植已经取得了不错的预期生存率。在中国，1年生存率在 97% 左右，3年生存率大于 90%，5年生存率大于 85%， 不仅高于国际水平，也高于美国。当然这不是技术差距，因为中国每年心脏移植手术大约500例左右，而美国每年是2000至3000例。中国更多患者死于心脏衰竭，是因为没能等到器官移植的机会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适合移植的器官太少了。如果异种移植可以实现，那将是巨大的突破。其实早在38年前，人类就已经尝试过异种心脏移植手术。1984年，一个濒临死亡的婴儿曾移植了一颗狒狒的心脏，但是他的生命只延续了21天。后来几十年里，研究者在狒狒身上进行了大量的猪心移植手术，生活时间最长的狒狒超过了900天。虽然人类和狒狒同属灵长目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人与狒狒的差异还是十分巨大的。所以世界首个移植基因编辑猪心的患者得到了巨大的关注。当时手术刚刚成功时，大卫·贝内特的案例给科学界带去了莫大的鼓舞。但是就在2022年3月9日，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在其官网发布消息，大卫·贝内特已经于3月8日去世，真的很遗憾。大卫·贝内特在移植后存活了2个月，这已经是人类在异种移植上很大的进步了。而贝内特之所以成为全球首例接受猪心脏移植的患者，是由于他心力衰竭和心律不齐，不符合人类心脏移植或安装心脏泵的条件，所以不得不选择猪心。那么为什么要用猪的心脏，而不用其他灵长类的呢？其实医学研究者最开始考虑的的确是黑猩猩，它们不仅和人类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，而且器官大小相近，血型也匹配。但由于黑猩猩属于濒危动物，所以不得已选择其他物种替代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研究者也拿狒狒尝试过，但狒狒的心脏过小，O型血罕见，且生育期长，这些都不合适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灵长类也和人类有着很多共患疾病，会增加疾病传播风险。但猪相对来说和人类有着较近的系统发育，但又远到足够降低大多数共患基因疾病的风险，大约有着8000万年的亲缘差距。除此之外，猪的心脏大小适中，妊娠期相对较短，且产子数较大，易于繁殖，容易获得，价格也十分低廉。关键是猪还适用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。总的来说，二师兄几乎是完美的异种器官来源。而在非人体实验中，科学家已经通过把猪移植在狒狒身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。例如本次给患者进行手术的医生，在此之前已经给50只狒狒做过猪心移植手术，且术后生存周期可达2年。这次手术患者死亡的具体原因正在等待解剖结果，但它可能是极其复杂的综合原因。总体上来说，可能有以下几点：一、异种感染。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是异种感染的最大威胁，这些微生物和内源性病毒会导致致命感染，而且异种感染也会导致器官排斥。但作为如此重要的器官移植手术，异体病原体应该会得到最大程度的解决。例如本次移植的猪心脏便淘汰了数十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。2、器官排斥。异种移植的排斥反应往往比人与人之间严重很多，甚至可能导致立即死亡。主要反应为超急性排斥反应、急性血管排斥反应、细胞排斥反应以及慢性排斥反应。快速暴力和超级性反应源于一种反应性天然抗体，以异球蛋白 M 为主，反应过程会导致移植器官内皮损伤、炎症、血栓形成和坏死，其会通过体液免疫迅速传遍全身，所以这又称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。宿主可在术后几分钟到1个小时内迅速死亡。一种反应性天然抗体发生超级性排斥反应时，靶向的是一种半乳糖，这种半乳糖的酶在绝大多数非灵长类体内都存在，当然猪也有，所以人会把猪身上的这种半乳糖视为抗原。人失去了相关蛋白表达的 GGTA1 基因，所以会把猪身上的相关蛋白视为具有严重威胁的入侵抗原体。
本次异种移植，医生就提前修饰了猪心脏细胞中表达半乳糖蛋白的 GGTA1 基因，同时修饰的还有 CMAH 和贝塔4 GALNT2 基因。患者术后3天反应良好，且存活了2个月，可见修饰相关基因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，但也不能绝对保证没有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，因为该反应也有很高比例在3个月内发生，甚至是几个月、1年后发生。急性血管排斥反应大致在术后2至3天发生，原因比超急性排斥反应复杂很多。这反应需要从头合成蛋白质，通过猪心脏内皮细胞和患者的抗体、巨噬细胞和血小板之间发生相互作用。这种反应表现主要为炎症反应，如巨噬细胞浸润和自然杀伤细胞浸润，从而进一步导致血管内血栓形成以及血管壁的纤维束性样坏死。细胞排斥反应同样是由异种反应性天然抗体引发的，基于细胞免疫，强度受限于不同种动物之间肽的差异。慢性排斥反应原因更为复杂，机制目前也不是十分清楚，主要表现为低水平的特异性免疫持续破坏，从而引起血管炎症，导致硬化变窄，最终导致供体器官的衰竭。不过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几个月之后。本次猪心脏移植所演示和敲除的10多个基因，还包括参与逃避自然杀伤细胞和抗炎基因的，以及与补体凝血肌联相关的基因。其实医学研究者已经尽量针对解决人类已知可能器官排斥的原因，但患者最后依旧死亡，的确令人遗憾。总的来说，患者死于任何原因都有可能，有可能是人类已经了解的，也有可能是人类尚未了解的。这例手术其实颇为严谨，为了让猪心脏适应人类身体，除了修改包括 GGTA1 基因在内的10个基因之外，还敲除和灭活生长基因在内的4个基因。为了让人体免疫系统能耐受外来组织，又插入了6个人类基因。作为首例猪心脏移植患者，在移植后3天情况良好，当时的医学界一度振奋。这个手术的成功被认为是人类在解决器官危机上更近了一步。但是人类究竟是打开了半扇大门，还是大门依旧还关闭着？这一切都需要等待验尸结果。如果是明确的可以敲除或修饰的几个基因，那么其实相当于真的打开了半扇大门，解决之后有望全部推开。当然，其实还有一种比较悲观的可能，那就是即便解剖了死亡的具体原因，也没办法完全研究清楚，或者明明知道是排异，但不确定是哪些机制、哪些基因组，那说明人类尚未找到猪器官移植的真正大门，依旧还有一段较长且充满困难的路要走。如果明确了排异相关的基因，但众多且复杂，不容易处理，那至少还算知道门的所在。关键还是看这个门是否能打开，未来可以重点攻破。猪心首次移植在人类身上，的确是跨时代的意义，它打开了器官移植的全新格局。希望研究者能尽可能找到最全面的死因，这样异种器官移植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总的来说，找出死亡原因是无比重要的。其实作为猪器官移植的第一人，本身就带着小白鼠的性质，虽然很遗憾，但他也是为人类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。知道的越多，恐惧的越少。我们是3个老爸实验室。